山东济南府，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厨房里，一名女子正在偷东西，门外忽然响起了脚步声。这女子大惊失色，慌乱之间就躲进了水缸。这会儿正是夏天，这家人吃罢午饭都在睡午觉，按理说此时不该有人来厨房。那这来人究竟是谁呢？他正是本宅的主人朱公子。朱公子年纪不大，一表人才，尚未娶妻，是济南府小有名气的青年商人。他这是出门办事回来晚了，不想惊动下人，打算自己在厨房找点吃的充饥。推门进屋，怎么这厨房有点乱？就看见灶台上铁锅歪了，锅盖只盖了一半，墙上挂着的一个菜篮子正在微微晃动。奇怪，屋里又没风，它怎么会自己晃悠？一扭头，发现墙角那里水缸周围的地上有一片洒落的清水。朱公子更纳闷了，他没有多想，蹭蹭蹭三两步走上前去，伸手就要掀开水缸的盖子。这时候，那个偷食物的女人就蹲在水缸里，水正好没过脖子，她已经全身湿透。好在是夏天，倒是凉快。可她此时紧张极了，因为脚步声已经停在水缸跟前儿。水缸的盖子是用竹藤编织而成，既透气又透光。女人看到来人已经伸出胳膊，眼瞅着手就抓住水缸盖了，于是她一咬牙一跺脚，砰，用手向上一推，顶着水缸盖，她就站起来了。朱公子可是万万没有料到，这水缸里会突然站起来一个大活人，被惊的是连连后退了好几步。你是何人？我是来偷吃的。啊，原来是个女贼。我不是女贼，我是没有办法。女人说到这儿，两个人才忽然同时意识到，女人的形象太不雅观了，一身单薄的外衣全部湿透，紧贴着身体，凹凸的曲线显露无遗。朱公子赶忙扭身出门，喊丫鬟小琴带了一身干衣服过来，让那女人先换上，然后将她带到厅堂问个究竟。原来这个女人的身世可谓惊人，她的名字叫杨欣，父亲本是当朝右丞相，清正廉明，不幸被身为左丞相的大奸臣栽赃陷害。皇上听信谗言，将杨家诛灭九族。杨欣的丈夫是个大将军，带着妻子儿子逃出了法场。可就在出城的时候，为了保护妻儿，大将军被乱箭射死。杨欣抱着2岁的儿子，骑快马逃出京城，一路狂奔，算是躲过了追杀。几经辗转，这才来到山东济南府，不敢住店，睡在了一个破庙里。现在他跟儿子都已经3天水米没沾牙了，故此才铤而走险，翻墙跳入朱家，到厨房里偷吃的。当然了，杨欣不能全说实话，他只说自己是逃荒来到了济南，带儿子住在破庙里，已经饿了3天了。没想到这位朱公子真就是个好人，非但不责怪杨欣，还让下人做了一碗捞面给他吃。杨欣不肯先吃，千恩万谢之后，要带着面条回破庙给儿子吃。朱公子就说：这位姐姐，你孤儿寡母，住在那里太不安全了，如不嫌弃，我府上有的是房间，你们娘俩可以暂时住过来。杨欣一开始不愿意，后来见朱公子的确十分诚恳，他也担心儿子太小，跟着自己风餐露宿的，万一生病就坏了，于是也就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杨欣带着儿子住到了朱公子的家。杨欣可不是白吃白喝，他专门负责给朱公子家洗衣服做饭。书说简短，时间一晃3年过去，儿子刘云铁已经5岁了。这一天，杨欣对朱公子说：公子，我儿子已经5岁了，我想跟您告别，带着他去找名师。
学习武艺，将来好有出息。朱公子并没有挽留，赠送了50两银子，送着母子2人上路了。杨欣带着5岁的儿子刘云铁一路赶到了华山。他早就听说了这里有天下第1的武林高手，要是能找到那样的师傅学艺，等儿子长大了回到京城，才能够杀了奸臣，替父报仇。可是在山上找了半个多月，哪里有什么武林高手，连个人影子都很少见。这一天，杨欣顶着烈日继续在山坡上赶路，迎面走过来一个人，等到了近前才认出来，原来此人正是那朱公子。朱公子一改往日的商人装扮，只见他穿着对襟短上衣，肥裤腿，小腿上缠着绷带，头戴扎巾，背后背着宝剑。看着面前惊愕不已的杨欣，朱公子一拱手：“姐姐，很吃惊是吧？不瞒您说，早在3年前我就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。你要带刘云铁来华山拜师习武，我不得不尾随而来呀。”原来这位朱公子原本是武林盟主的弟子，接班人，下一任武林盟主就是他。但是他讨厌武林中的打打杀杀，想着退出武林，就偷偷跑下山，到山东济南当了一个生意人。因为同情杨欣母子的遭遇，就打算收刘云铁为徒，传授绝世武功，让他长大后替父报仇，为国除奸。于是从这天开始，朱公子便收刘云铁为徒。他们在山脚下开垦了一块荒地，种上粮食和蔬菜，在地头上搭起了3间茅草屋，用竹筒围了一圈篱笆墙。这样一晃就是10年。刘云铁15岁了，看脸蛋还是个半大小子，可往身上一看，嘎里嘎达全是肌肉，那就是一个强壮的成年人。单说这一天，朱公子在山上教刘云铁练习轻功和胆量，哪料到悬崖边上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，刘云铁掉下悬崖。不幸中的万幸，好在悬崖不是太高，崖下面刚好有一条水溪流过。刘云铁落水之后就晕过去了，在下游被一名正在洗衣服的女道士给救了起来，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。又过了3年，刘云铁18岁了，朱公子把他叫到面前，说：“徒儿，为师的武功你已经全部学到手了，刺杀奸贼不成问题，下山报仇去吧。”杨欣也说：“儿啊，终于盼到这一天了，为娘等着你的好消息。”刘云铁第2天便起身赶奔京城，可到了京城才知道，原来前不久皇上驾崩，新皇登基，新皇上把奸臣左丞相及其党羽一网打尽，已经全部斩首示众了。刘云铁就打算回华山去，可走到城门口，见许多人都在看一张告示，挤过去一瞧，原来是说边塞起了战乱，皇上在城中设摆擂台，要比武选将军。刘云铁就想起了自己的父亲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上将军，于是他就想着参加比武，也当一名将军，像自己的父亲那样上阵杀敌，报效国家。刘云铁身怀盖世武功，很轻松便夺得了比武第1名，被皇上封为将军，担任讨敌先锋官。上了战场，后来胜利凯旋，刘云铁这才向皇上请了假，回到华山去见母亲和师傅，打算把他们接回京城奉养。师傅朱老剑客死活要留在华山，刘云铁便只好将母亲一人接回京城。可是母亲整日闷闷不乐，刘云铁看出了母亲的心事，知道娘跟师傅多年来日日相处，早已情深意厚，只是碍于封建礼教，谁也不曾越雷池半步。如今天各一方，自然是万分的思念。于是他就又亲自将母亲送回华山，请师傅娶了他的母亲。一开始朱老剑客很难为情，不肯点头，后来刘云铁干脆就跪下改口叫爹，这才让二老半推半就的成就了婚事。其实呀，
朱老剑客，也就是当初的朱公子，自从第一眼看到杨欣的时候，就喜欢上她了。